上辈子我嫁给了自己喜欢的男人，没想到这个男人心里一直有个白月光。在我患癌去世的那一天，自己的丈夫竟然还在为白月光的女儿办婚礼呢。不好了，周景然先生，您的妻子刚刚在医院已经去世了。唐如宝那个女人到底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来配合她演这出戏？她明知道今天是可心的婚礼，还打电话过来诅咒自己死，她真是歹毒。她愿意死就去死好了，死了直接送去葬场烧成灰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死于乳腺癌晚期，死在了59岁那一年。唐如宝，看你干的好事。怎么是你们？你烫伤了秀秀，还狡辩。周景然冲上来把我推开，额头撞在旁边的桌子角上。我重生在了这一刻，上辈子我也是这样被他推倒的。我让你给秀秀道歉，你到底听到没有？阿然，算了吧，他道歉也不会减轻我的疼痛的。我站起身，抬手抹了一下被撞得红肿的额头。这个歉，我非道不可吗？做错事道歉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。我说我没有烫伤他，你信吗？我亲眼所见，秀秀的手都烫脱皮了，你还在狡辩。好，我道歉。我说完，弯身捡起那口还冒着热气的锅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倒在了涂秀秀的手上。唐如宝，你疯了！这次我烫伤你了，对不起。你的秀秀都被烫伤了，还不赶紧送去医院包扎？注意你的说辞，什么我秀秀？我跟涂秀秀是清白的。阿然，我的手好痛。周景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后，抱起涂秀秀大步离开。他是晚上回来的，桌子上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放着晚饭。我的晚饭呢？没做。我这么晚回来，你竟然不给我做饭，你要饿死我！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出去问问他们，哪个做媳妇的只给自己做饭，不给丈夫做饭？好啊，那你去问问他们，哪个做丈夫的只顾别人的妻子，不顾自己的妻子的？周景然一愣，他这才发现我变了，变得敢跟他顶嘴了。我一会儿要带欣欣去医院看秀秀，你现在去给我煮碗面条。我劝你别耍脾气。我的丈夫都要跟别的女人跑了，我不能耍脾气吗？什么跟别的女人跑？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跟秀秀是清白的，我照顾她是因为她们母女可怜。是因为她们母女可怜，还是因为你心里一直爱着她？周景然气得深呼了一口气，他不喜欢跟他顶嘴的唐如宝，他喜欢那个无论他叫他做什么，他都乖乖答应，没有一句怨言的女人。医生说秀秀的手1个月都不能碰水，这1个月你去帮她洗衣服做饭，顺便送她女儿欣欣上下学，你务必把她照顾好，不要影响她的学业。我要跟你离婚。周景然怔了好几秒，不敢相信这话会从爱他如命的唐如宝口中说出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跟你离婚，你向部队提交离婚申请报告吧。我已经退步了，没有再要你去给秀秀道歉，你干嘛还要在这里闹？我没有闹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跟我结婚也只是在执行我父亲交给你的任务罢了。你喜欢的一直是涂秀秀。我跟秀秀是清白的。不重要了，我就只想跟你离婚。我不喜欢秀秀，你还要跟我离婚吗？不喜欢涂秀秀，会把涂秀秀如珠似宝的呵护；不喜欢涂秀秀，会几十年如一日陪伴在涂秀秀左右。不离婚，一直要这样彼此折磨吗？我不想再过这种守活寡的日子了。周景然嘴角勾起一丝讥笑。原来你闹这么久，是想让我碰你？好啊，我现在就满足你。我抬起手臂，用力地往他刚毅的脸庞甩了一个耳光。你打我！周景然，你别逼我！一股莫名的火气涌上心头，周景然双眼突然变得猩红，他再次上前想要抱住我，我趁机推开他逃离此地。躺在床上，我盯着天花板出神，回想起上辈子走过的路，眉头皱得能够夹死一只蚊子。你不离婚，那老娘我来离。第二天，我拿着离婚申请来到了政委的办公室，政委程刚的表情像车翔一样。周营长要离婚，他为何不亲自来提交离婚申请？秀秀的手受伤了，他这几天下训后都要陪秀秀。离婚是我们心平气和沟通过的，他来交，我来交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你舍得离开景然吗？政委，我从10几岁就喜欢他，也很明确的向他表白我的心意，可他的心一直都不在我身上。强扭的瓜不甜，秀秀的丈夫为国牺牲，她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挺不容易的。我跟周景然离婚之后，周景然就可以娶她，光明正大的照顾她母女俩。那你呢？你也要人照顾了？我这不是挺好吗？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啊。那好，离婚申请先放在我这，我回头找周景然聊聊。从政委办公室出来，我心事重重地往前走。秀秀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就够辛苦了，周营长平时对她多照顾些怎么了？你还故意把秀秀的手烫伤。唐如宝，你怎么这么善解，这么心狠？我说谁呢？原来是她的闺蜜张云梅。你再指着我说话，我就把你手指头掰断。还有你不善解，你不心狠，你怎么不让你家男人去照顾她？他们只是兄妹相待，没你想的那么肮脏，你就是在吃醋。你没看到涂秀秀平时都往我家男人身上粘了吗？我家男人除了上训，一有时间就往他那里跑，都忘了我这个媳妇了，我还不能吃醋？你胡说八道，周营长跟秀秀只是朋友关系，他才不会往周营长身上粘，是你心脏了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秀秀那么热情善良，这才不会做出勾引周营长这么不知廉耻的事。可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不信你转过身看看。身后，周景然抱着涂秀秀的女儿可心，跟涂秀秀走进家属院。看到了吗？他们更像一家3口。
你别胡说。那你昨晚没有回来？秀秀昨晚在医院，欣欣没人照顾，我照顾欣欣去了。周景然，你是欣欣为己出，又爱秀秀，你跟我离婚娶秀秀吧，给欣欣一个完整温馨的家。离婚二字一出，现场死一般的寂静。涂秀秀和张云梅嘴巴张大，不可置信地看着。唐如宝吃错药了吧？你别在这里无理取闹行不行？我没有胡闹。我环视四周，见围观的军嫂越来越多。你3天2日往秀秀那里跑，我知道你爱她，要不是我父亲让你娶我，你现在和秀秀早就是一对恩爱夫妻了。周景然，我不要你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说完，我佯装难过，边擦拭着泪水边往家属院外跑去。周景然气得浑身打战栗，当初是谁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跑，追着喊着喜欢他，要嫁给他的？还真别说，秀秀平时跟周营长走得还挺近的。我之前就听秀秀说过，周营长会每个月给她20元，给唐如宝只有5元。谁让秀秀是文工团的团花呢？长得漂亮，又能歌善舞的，还是高中生。听说唐如宝在乡下小学都没上完，大字都不认识几个。他也算是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周营长和秀秀相配，答应了周营长离婚。不管怎么说，唐如宝跟周营长结婚在先，秀秀再优秀也不应该插足人家婚姻。俗话有说，宁毁一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周景然看着军嫂们开始对他和涂秀秀指指点点的议论，气得胸膛剧烈起伏。竟然你和唐如宝真要离婚？周景然满脑子都盘旋了一句：我不要你了。政委，他要离就离吧，到时候他一定会后悔的。你这臭小子就不能哄哄他们？离婚申请？政委，离婚申请我早就写好了。政委看了一眼站在周景然旁边的涂秀秀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离婚申请一旦往上交，就无法撤回。政委，这是无需考虑。我并没有走远，躲在大门的柱子旁，偷偷望向这边，听到政委他们谈的话，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。上辈子我嫁给了自己喜欢的男人，在我患癌去世的那一天，自己的丈夫竟然还在为白月光的女儿办婚礼呢。重生归来，这一次我要和你离婚。唐如宝，你发什么神经？好好的提什么离婚？你让秀秀在家属院丢了脸，你不该给秀秀道歉吗？她的脸皮不是比城墙还厚吗？咋还会丢脸？我跟周营长只是哥们，是你的心脏了，看什么都是脏。我讽刺嗤笑，目光落在涂秀秀的腿间。你那里长出钩子了吗？还哥们？你简直低俗无耻，不可理喻。是我低俗无耻，你清高圣洁，你跟周景然郎才女貌，所以我同意离婚成全你们。周景然把饭锅重重地放在灶台上，从厨房走了出来。唐如宝，你还没闹够吗？你们男人为什么会觉得女人提离婚是在闹？我就不能是认真的吗？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满身是刺，伶牙俐齿，我最讨厌这样的女人。还有你涂秀秀，你不是说要解释吗？你想跟我解释什么啊？解释你不应该心安理得的享受我丈夫给你的一切，还是解释你故意用苦肉计让我丈夫厌恶我？唐如宝这个女人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她和周景然绝对不能离婚。涂秀秀一脸大方施舍的模样。如宝，我知道你烫伤我，你怕景然责怪你才闹离婚这一出的。景然，你快跟如宝说，你不会责怪他的。你们脸皮那么厚，不拿去做防弹衣真是可惜了。老娘不跟你们玩了。说完，我转身大步走进房间。秀秀，你不要理他，他一定是看到周营长平时对你好，冷落了他，他才闹离婚的。我大嫂以前就是这样，见我大哥给我钱花，就吵着闹吵跟我大哥离婚。我大哥同意离婚后，他就慌了，跑回娘家躲着不敢回家，怕我大哥拉他去公社开离婚证明。后来我不花我大哥的钱，他又乖乖了。阿然，以后你不要给我钱花了。说这话时，他的心在滴血。他之所以用鸡汤烫伤自己，就是想让周景然逼我向他做出赔偿。谁知道我会闹离婚？他们走了，我们聊聊吧。这个里面有200块钱，你拿去，以后不准再动不动就提离婚。周景然，你不会觉得我跟你离婚是因为你给涂秀秀钱花吧？难道不是吗？你说是就是吧？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也没有给我彩礼钱，这些就当是你给我补的彩礼吧。彩礼？你也值这个钱？我怎么就不值？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用我父亲的抚恤金添置的，每个月算你20块钱。我跟你结婚几年了？我伸出手掌，毫不客气的道：这样吧，你再给我300块钱，凑够500。凑够500做什么？你是掉进钱眼里了吗？得不到你的爱，总要得到你的钱吧。我限你1个月之内凑够300给我，不然我还是会继续吵着离婚的。你够了，我给你200块钱，就是让你不要提离婚的。看来我们也没啥好聊的，我回屋了。吃饭之前不要吵我。你烫伤了秀秀，你去给秀秀洗衣做饭。你有病就去看医生，别在这里传染给我。周景然看着我的背影，攥紧了拳头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便拿着一个铝饭盒疾步朝涂秀秀的家走去。周叔叔，你来啦！是啊，可心，是叔叔来了。阿然，你不在家里陪如宝，你来这做什么？我来把你们衣服拿回去给如宝洗洗。
如宝性格大变，跟你闹脾气，看我的眼神也像看仇人似的。你再让他帮我洗衣服，他会闹得更厉害的。无事，饭盒里有粥，你和欣欣吃了，衣服我拿回去让如宝洗好了给你送过来。阿然，你这样会惹如宝不开心的。是他把你的手烫伤的，他帮你洗衣服是应该的。可是他在闹离婚，我怕对你影响不好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是他在无理取闹，影响不了我的。周景然揉揉可心的小脑袋。周叔叔回去了，你要乖乖听妈妈的话。我会听妈妈的话的。那周叔叔今天训练结束后，能过来陪欣欣吃饭吗？周景然点了点头，抬头看着涂秀秀。晚饭你不用做，我从食堂带回来给你。涂秀秀微笑的点头，目送周景然离去。午后，我看到提着一个木桶的周景然，不用问也知道怎么回事了。秀秀和欣欣2天的衣服，你赶紧洗净晒干，不然他们没得换。哎呦喂，周营长怕他们没得换，去成衣店给他们买几套新的啊。别废话了，这都快中午了，早洗早晒干。你真够自信的啊，这个时候了都还觉得我会帮涂秀秀洗衣服。你不把她的手烫伤，她也不需要你洗。我气笑了，来到客厅放开水壶的桌子前，拿起杯子倒了满满一杯的水。口渴了吧？你先喝杯水。周景然蹙眉，狐疑的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这个女人又要搞什么鬼，但还是伸手来接杯子。我啊的一声，杯子哐啷一声掉在地上。周景然，你讨厌我没关系，但你干嘛要烫伤我？我没碰到杯子啊。周景然整个人都是懵的，我学他的语气说道：我亲眼所见，你还狡辩。他沉默无语，想让老娘帮涂秀秀洗衣服，没门。我不帮涂秀秀洗衣服。周景然思来想去，最后提着桶来到对面和副营长何超的家。张云梅是涂秀秀的闺蜜，虽然也不情愿，但是又不好拒绝。周营长，我在做饭呢，一会儿再洗可以吗？有老嫂子了，这是辛苦费，总不能白叫人家洗衣服。周景然掏出3毛钱递给张云梅，张云梅看到钱，顿时眉开眼笑。周营长，你对秀秀那么好，什么时候娶秀秀啊？我只把秀秀当妹妹看待，我有媳妇了，你们别乱猜。午后，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发现藏在床上最里面的那只装着200块钱的信封不见了。重生后，丈夫前脚刚给了200块迟到的彩礼费，后脚这个钱就不见了。你竟然碰我的行李袋，还拿走我的钱！没想到堂堂文工团的团花，竟然也会做出偷钱这种鸡狗之事。我步伐匆匆地朝外走去，看那架势像是要去干架。周营长家媳妇气势冲冲的，比我们上战场还有劲儿，这是要干嘛去？还真别说，我发现周营长家的小唐同志不像以前那样怯怯弱弱、胆小怕事的了。看他去的方向是涂同志的家，他不会是去找涂同志干架吧？如宝你也来了，阿然正好打了饭回来，你吃过没有？没吃过进屋一起吃吧。这话说的好像周景然才是他的男人，我懒得跟涂秀秀掰扯，直接开门见山。涂秀秀，你是不是到我家了？为了方便照顾涂秀秀母女，周景然有涂秀秀家里的钥匙，涂秀秀也有他家的钥匙。周景然闻言，以为我是因为涂秀秀在拈酸吃醋。如宝，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再说。有什么事不能当场解决，非要回去再说。涂秀秀，你进我的房间搜我的行李袋做什么？如宝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搜你行李做什么？把钱还回来。我平时给秀秀送来的米面，我会给你算钱的。你现在过来向秀秀要钱，是什么意思？如宝，阿然也是见我母女可怜才送些吃的过来。你要是介意的话，我以后都不要阿然送吃的了。你别这样为难阿然了好吗？阿然工资不高，还要养家糊口，你还伸手向他要钱，你这是想逼死他吗？呵，每个月就给我5元，我这是逼死他啊？那你心安理得拿他20元，你是想加倍的逼死他吗？张云梅走了过来，语气透着浓浓的鄙夷看着我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，怪不得周营长早早就写好了离婚申请。我要是男人，娶个这么小气巴拉的女人，我也会离婚。何副营长，你娶了一个大方的媳妇，他同意你像我家男人那样照顾涂秀秀，你怎么看？唐如宝，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？怎么，我不同意我家男人照顾涂秀秀，就是小气巴拉？你不同意你家男人照顾涂秀秀，就不是小气巴拉？你还真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凑什么热闹？还不赶紧回去！我冷冷地看着张云梅，讽刺出声：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你若经我苦，未必有我善。等哪天你家男人像我家男人那样去照顾一个女人时，你别哭啊！我家男人才不会像你家男人那样。我双手抱胸，无所谓地说道：你家最好不是。唐如宝，你到底闹够没有？没有。我昂首看了一眼周围的人，指着涂秀秀质问道：我的行李袋有你残留下来的雪花膏香气，你还要继续说没有搜过我的行李袋吗？阿然昨天提了我的衣服去给你洗，我是去找我的裙子，找不到我才放在行李袋底下的那200块钱，赶快还给我！一想到周景然给我这么多钱，涂秀秀的心脏就像被人拿刀子割一样，隐隐生疼。那钱我……别给我表演我见犹怜的戏码，我只想拿回属于我的钱。你那钱我拿了，
秀秀，你回去陪欣欣吃饭，我带如宝先回家。是我的错，我以后再也不擅自进你们家了。说的好像是我欺负你似的，你擅自进我家就算了，还擅自动我收拾好的行李袋。我不见钱不怀疑你怀疑谁？够了，跟我回去。回去就回去，回去后看你怎么变戏法，看你如何变出200块钱给我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欣儿，妈妈没事。妈妈，我不喜欢如宝阿姨，是她欺负妈妈。周叔叔会不要如宝阿姨的，对不对？欣欣，你别乱说话。可是我真的好想周叔叔做我的爸爸。学校里的孩子都有爸爸，就我没有爸爸。周叔叔是有媳妇的人，可不能给欣欣当爸爸的。但是他可以跟如宝阿姨离婚啊，这样他就没有媳妇了。涂秀秀诧异地看着可心，一个5岁的孩子，懂什么是离婚吗？欣欣，谁跟你说这些话的？云梅阿姨说的。云梅阿姨说，周叔叔很快就会不要如宝阿姨了，他也很快会成为欣欣的爸爸。欣欣真的想周叔叔当爸爸吗？可心看着涂秀秀，认真的点头。欣欣可喜欢周叔叔了。妈妈，你喜欢周叔叔吗？你想周叔叔当欣欣的爸爸吗？看着女儿清澈的黑眼睛，涂秀秀不想扫欣欣的心，她勉强的笑了笑。这事儿不是妈妈想就能成的。周景然离婚后，如果愿意娶她的话，一切看去都是美好的。可是周景然那样的家境，涂秀秀还真的看不上。打心底她并不想跟着周景然吃苦。你是男人吗？涂秀秀拿了我的钱，你不怪他，反而在我面前发脾气。周营长，你不会也是那种欺软怕硬的渣吧？你不见钱，干嘛不等我回来再说？你这样带着这么多人找秀秀，就没想过后果吗？他偷钱都没想后果，我去拿回我的钱还要顾后果？我伸出手指，用力地点着周景然的胸膛。你的心也太偏了吧？是长到右胸去了吗？你也没有亲眼看到是秀秀拿的钱。我包里全都是他身上涂抹的雪花膏味道，他翻过我的包，那钱就是他拿的。不过你说这钱是你拿的，我就当是你拿的。既然是你拿的，你现在马上立刻把钱还给我。周景然别开脸，不耐烦地说道。给我几天时间。周景然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护着涂秀秀？那钱明明是他拿的，你现在去找他要，肯定能要回来。秀秀是个女同志，脸皮薄，要是被他们知道钱是他拿的，他以后在家属院还怎么待？我脸上全是讽刺的笑，心里却翻涌一丝苦涩。真是一往情深，用心良苦啊！你非要这样拈酸吃醋吗？在南宁营区时，秀秀救过我，她现在有难，我帮她当是还当年的救命之恩，这有错吗？你还救命恩情就还，但不可以拿我的钱还。涂秀秀救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不是你丈夫吗？你是我哪门子丈夫？结婚这么多年有圆房了吗？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我见不到钱，我就去找涂秀秀闹，我还要跟全家属院的人说你在袒护涂秀秀，包庇涂秀秀。眼看周景然的脸色越来越黑，眼神越来越深，我赶紧丢下这句话溜之大吉。第二天，我拿着写好的稿子到邮局寄，从邮局出来，突然一个衣着破烂、5、6岁左右的小女孩从街边的垃圾桶边冲出来。妈妈！我看着脏兮兮的小脸，整个人一震。安来，我不敢置信地看着站在眼前的小女孩，不能说像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我的女儿安来死的时候还不到6岁。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。你们认识吗？他是这条街的小乞丐，3年前就在这里了。小乞丐3年前就在这里讨吃？3年前小女孩才多大？同志，你认识他？我思考了一下，随便扯了个理由。他跟我去世的小侄女很像，我小侄女3年前去世了。平时好心的街坊会给他一些吃的穿的，他在这里流浪了3年，也没见有人领养。你条件要是允许，领回去当侄女养如何？老天爷不仅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还给我弥补女儿的机会，我怎么可能把小女孩当侄女养？我要把她当女儿来养，以后你就叫安来，是妈妈的宝贝女儿。安来乖巧的点头，她喜欢安来这个名字。平平安安的归来，回去的路上，经过涂秀秀的家，我停了下来，听着里面传来的说话声。秀秀，那个敌部营地18阵放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要到7点。怎么要这么久啊？我都急死了。秀秀，还是你幸福，想要电视机，周营长就给你买。是吴排长家不要的，阿然才买的。周营长，这电视从吴排长家买过来，要多少钱？250。哇，这么贵，你对秀秀真好。秀秀，我真羡慕死你了。秀秀是我妹妹，哥哥疼爱妹妹是应该的。我也好想要这样的哥哥。周叔叔，今天的排骨很好吃。食堂放给周叔叔的，周叔叔可舍不得吃，拿回来给欣欣吃。欣欣吃饱了后要乖乖写作业。欣欣会乖乖写作业的。我嘴角扯出一抹讽刺的冷笑，牵着安来继续往前走。途中遇见政委夫妻2人。小唐，这个小女孩是你家亲戚吗？政委，她是我今天收养的女儿，叫安来，公关局开有证明的，合法的。政委叔叔好，政委婶婶好。程刚和媳妇卢英脸上诧异，
收养的女儿啊，我们比你爸妈年纪要大很多，你叫我们伯伯和伯母吧，这样很亲切呢。伯伯好，伯母好。稚嫩软糯的声音十分讨喜，郑伟夫妇两人脸上露出慈祥的笑。你和周营长结婚这么多年了也没有锁住，收养一个在身边也挺好的。晚上回到家，周景然进来，看到家里多了一个小女孩，脸色疑惑。她是谁？我的女儿。周景然第一眼看小女孩时，觉得她跟我有几分相似，再看多一眼时，感觉我们越来越像，她一下子就想歪了。她看去也有4岁了吧？她今年5岁。你和谁生的？我收养的，她跟我姓，唐安来。你当我傻还是当我眼瞎？你说收养，我会信。你看看你们长得有多像，你竟然跟我说是你收养的，难怪你要跟我离婚，原来你早就跟其他男人苟且。你不信就算了。我想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。我掏出公关局开的证明塞给周景然，厌恶道：你可以不把我当妻子看待，但是不能羞辱我。周景然看到上边有公关局盖的章，也有街坊同意和赞成收养的签字，还有今天的日期，还是心存疑惑的看着我。他真的是流浪的小乞丐，你真的是好心收养他。我跟我女儿至少还有一张收养证明，你跟可心有吗？你好端端的扯上欣欣做什么？是好端端吗？你真不是男人。我保家卫国，有军功在身，训练英勇，吃苦耐劳，我怎么不是男人了？我懒得理他，再一次狠狠地剜他一眼。我知道你只认欣欣一个女儿，安来是我收养的，我不需要你承认。还有，已经过去1天了，还有2天的时间，抓紧时间给我筹500块钱，我养女儿要花钱，不然我去找你的秀秀要回他拿走我的那200块钱。上辈子安来是周景然的亲骨肉，周景然都没有疼爱安来，这辈子我更不会指望周景然疼爱安来。妈妈，他是爸爸吗？不是，我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，和周景然很快就会离婚。周景然不会是安来的爸爸，安来跟我姓唐，更不可能是周景然的女儿。妈妈，你会一直爱我吗？安来是妈妈的宝贝女儿，妈妈当然会一直爱你的。自从见到这个小女孩，上辈子生女儿时撕裂的痛，仿佛就是在昨天发生的，我都能重生回来。女儿去世后，穿越到这个女儿身上也不稀奇。前世我还不到6岁的女儿因病去世了，重生后的我竟在那个年代捡到了自己上辈子的亲生女儿。如宝，阿然说你收养了一个女儿，我便带欣欣过来看看。阿姨好。她就是你们收养的女儿，这小女孩怎么长得那么像唐如宝？说是亲生的，也有人信啊。把门字去掉，这是我自己收养的女儿，跟他人无关。可心牵着涂秀秀的手，站在那里用一种打量的目光审视着安来，她在心里嘀咕一句：这个小乞丐真丑。安来看着可心，眼底划过一抹诧异。眼前这个小女孩没有开口说话，但她怎么听见骂她小乞丐的？秀秀好心来看安来，你在这里耍什么脸色？唐如宝，唐团长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？没礼貌。我爸救你，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错。你要是再敢提我爸，我一脚踹死你。秀秀提着苹果过来看安来，来者是客，你不应该那样对他。我无所谓。涂秀秀细细打量着我，我变得没有一丝地方是不让她感到陌生的。阿然，快要6·1表演了，我和欣欣回去排练了。好，你们先回去吧。涂秀秀牵着欣欣出去了，手里的苹果也吝啬的没有放下。很快政委也有事找上门来了。小周，小唐同志呢？政委他带安来出去散心了。这个信封我本来想递交上去的，可想到小唐对你的感情，我扣了2天，也幸好扣了2天。小唐同志对你的感情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是知道的。你们现在收养了孩子，为了孩子这婚就不离了吧？政委，婚不离什么意思啊？小唐同志平时照顾你那么周到，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，这份离婚申请我给你退回去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跟小唐同志过日子。政委，这离婚申请到底哪来的？小唐同志交这份离婚申请时，我看得出来他舍不得你，他只是想成全你和涂秀秀同志。你们现在有女儿了，你到底是选小唐同志还是选涂秀秀同志？你得考虑清楚。陈刚说完大步离开，不给周景然再提交离婚申请的机会。周景然低头震惊不已地看着手上的离婚申请，这笔记怎么跟我的一模一样？连政委都看不出来。唐如宝大字不识几个，不可能写出这么一份离婚申请的，而且最近又收养了孩子，他该不会是特务，故意接近我的吧？周景然吓得笔直着身子坐在了沙发上。妈妈，我有妈妈了，我不是小乞丐了。你是妈妈的宝贝女儿，当然不是小乞丐。今天来我们家的那个小姐姐，她知道我是有妈妈的人了，还在心里说我是小乞丐。什么？今天跟那个阿姨来我们家里的小姐姐，她在心里骂我是小乞丐。你怎么知道她在心里骂你是小乞丐？我听到的啊，我还听到她在心里说妈妈不给她吃鸡蛋，她不喜欢妈妈。我震惊地张大嘴巴，我没有听到可心说话啊，难道安来能听懂可心的心声？安来是她在心里说的话吗？她在心里面说的，我能听到。安来，这是秘密，你只能跟妈妈说，
不能跟其他人说，不然他们会把你当怪兽抓走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妈，我会保守秘密的。傍晚回到家，我看到周景然也在家里，有些诧异。你不用上班吗？你房间的锁坏了，今天我帮你去买了把锁。哦，知道了。周景然的视线带着审视的盯着我，他性子变了，说话变了，眼神也变了。一个人能变得这么彻底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以前的他是装的，不会真的是投靠特务了吧？周景然的内心戏实在太足了，因此他越来越怀疑我的身份。第二天中午，周景然的亲人来了，妈和妹妹到了，你去给他们煮碗面，他们还没吃晚饭。你是没手还是没脚？你不会煮？周母上下打量着我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儿媳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跟阿然说话？阿然是你丈夫，就是你的天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看着上辈子要我伺候，却嫌弃我的婆婆说道：我跟你儿子正在闹离婚呢，他很快就不是我的天了。唐如宝，你非要这么闹吗？不是你在闹吗？你的妈过来了，你不给她煮面，你叫我出来煮面，我是你家的保姆吗？身为儿媳，给婆婆煮碗面怎么了？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休想跟我撇清关系。周景然心里想着，我以为政委把离婚申请交上去了，才这么有底气张口闭口提离婚。他突然很期待我知道离婚申请在他手里的反应。你真是有病！我白了一眼周景然，不再理他，转身进屋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我第一次来这里就要受你的气。妈，算了，别吵着让邻居们听到了。我去给你和小妹煮面。这媳妇不听话就得打，你平时肯定太惯她了，哪有让男人下厨房的？厨房那是男人进的地方吗？她又不是什么城里姑娘，她敢在我面前拽，以后我慢慢收拾她。妈，你也少说两句吧。她不伺候我跟你妹妹，你就跟她离婚，找个比她听话的。她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在闹离婚，是不是她偷人了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阿兰，她要是偷人，你马上跟她离，我周家可不要她这种女人当媳妇。妈，你能不能消停消停？周景然本就烦躁，周母在那唠唠叨叨，像个蚊子在他耳边嗡嗡嗡，吵得他更加的心烦意乱。我怎么能少说两句？这儿媳不待见婆婆和小姑子，就得让全天下的人知道。周景然给周母和妹妹周琼煮了一些饭，很快就吃了个饱。死丫头，吃饱喝足了去洗碗刷锅。我洗吧，你们坐那么久的火车也累了。你训练了一天，还去火车站接我们，还给我们煮饭，你肯定累坏了，让你小妹洗。周琼对着周景然傻笑，口齿不清。我死，我死，洗说成死，真是个大傻叉。周母嫌弃地看了一眼周琼，周景然看着吃傻的妹妹，心里不免心疼。哥哥洗就行，你和妈坐着休息会。嘿嘿，锅锅，哥哥，你在这里锅什么锅？快去洗碗。妈，洗碗这种活我能做，你不要总是对小妹动粗。看儿子脸色不好，周母瞪了周琼一眼，真是个讨债鬼。重生后婆婆第一次上门就骂我女儿和我一样，没有教养，还是个赔钱货。外头的猪都没你这么懒的，像你这种没文化没工作的妇女，根本就配不上我儿子。我也不稀罕你儿子。这个小女孩是谁？我怎么没听阿然说她有女儿了？这是我女儿，怎么了？你女儿？你跟阿然生的女儿这么大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结婚这么多年才生了个赔钱货出来，这赔钱货跟你一样没教养，见人也不会喊，是哑巴骂。放你的狗屁！你再胡说一句试试。妈妈，这个奶奶看起来好凶。我说错了吗？我可是你奶奶，你见到我不喊人，还敢用这样的眼神瞪我，看我不把你这个赔钱货的舌头割下来。我一个巴掌打得周母晕头转向，周琼被这一幕吓懵，站在客厅痴痴傻傻地看着我。这个大嫂真厉害，敢打母亲。赔钱货，赔钱货，你自己也是赔钱货，哪来的脸在我面前蹦跶，敢在我面前对我女儿大喊大叫？你是当我死了吗？周母气得发疯，指着我恶毒地骂道：你这个对老不尊的女人，你敢打婆婆，你会遭天谴的。你和你女儿出门都会被天打雷劈。婆婆，我爱你儿子，你就是我的婆婆；我不爱你儿子，你什么狗屁都不是。你反了天了，看我不让我儿子收拾你，你死定了！我一把揪住周母的衣领，把她半个身子提拢起来。再让我听到你骂我女儿，我就把你舌头切了，让你变成哑巴。说完，我转过身对着安来说道：宝贝，我们进去洗漱，一会妈妈带你去吃好东西。回过神来后，周母又怒又气，坐在地上放声哀嚎：造孽啊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，娶了这么个毒妇，谁娶谁倒霉啊，真是惨呐！周母在那里鬼嚎，我听了就烦，端起脸盆直接把洗脸水全朝她脸上泼去。再在这里嗷嗷叫，我一会儿糊你一脸大便。你想闹，等我不在家再闹，闹得越大越好，最好是闹到上面去，让上面更快的给办离婚手续。但是我在家，你最好闭嘴，我最讨厌疯狗在我耳边吠。周景然很快回来了，他提着一块新鲜的五花肉进屋，他见到周母狼狈地坐在地上，地上还湿了一大片，以为周琼在客厅解小便，周母在清理小便呢。小妹，你怎么可以在客厅小便啊？还有你唐如宝，
小妹在客厅小便，你怎么能让我妈擦呢？我很佩服自己是怎么忍住没去抱周景然的头的，他脑子装的都是羊粪吗？我呸，还不是他打我，还用水泼我。阿然，你赶紧给我好好教训他。周景然一听，脸色顿时沉冷下来。你敢打我妈？一条疯狗朝你扑过来，你是站着让疯狗咬，还是一脚把疯狗踹开？我妈再怎么刁蛮，你也不能打她，她是你长辈。你也知道你的老妈刁蛮啊，她算哪门子长辈？安安，走，我们出去玩。玩什么玩？你没见我买肉回来了吗？还不快去给我们做饭？你秀秀妹妹不是在家吗？让她过来伺候你老妈和小妹，她可是你妹妹，你们一家得好好聚一聚才是。我牵着安来的手，一脸欢愉地走出屋子。刚走出屋，就见到了提着苹果的涂秀秀。见四下无人，涂秀秀也懒得装。唐如宝，你做人怎么这么失败？丈夫不爱，婆婆嫌弃，那岂不是正好？他们都送给你了。涂秀秀有种一拳头打在棉花上，不痒不痛的憋屈感。你别以为变得刁蛮任性，阿然就会高看你一眼。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在阿然心里，你永远都不如我。发病了就乖乖拴好绳子待在家，别出来咬人。涂秀秀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我在骂她是疯狗，她气得跺脚，目光阴狠地瞪着我走远的身影。你快说，你跟他什么时候生了个女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妈来是如宝收养的，他们简直是一个饼印出来的，像收养的嘛，一定是他跟外面的野男人生的。说话间，周母见到了涂秀秀，表情一换，堆了一堆讨好的笑。呀，秀秀来了，婶子好久没见你，可想你了，我给你倒水喝。说着倒水，可身体却很不诚实地走到涂秀秀面前，一把拿过苹果。还是秀秀善解人意，有知识有礼貌，这么好的女人，谁娶到谁有福气。不知道我家阿然有没有这个福气啊？周母靠近来说话时，喷出来的口气熏得涂秀秀别开了脸。要不是需要在周景然面前端着知书达理的姿态，她早就警告周母离她远一点。秀秀，你这么早不上班啊？最近在排练表演节目，我手被烫伤了，还没完全好，排练几场我就回来了。哎呦来，这么漂亮白嫩的手，烫伤了多心疼啊！当时一定很痛吧？没事的，阿姨，你衣服湿了，进去换套干爽的吧，不然会感冒的。我去给你和阿然做饭。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，为了逃避周母，钻进厨房做饭。秀秀，你出去歇歇，我不用你在这做饭的。阿然，这如宝不在家吃饭，他要去哪里？管他去哪，不在家最好。他侧过头，假装不经意地问道：“他不会是拿了你给他的300块钱出去乱花吧？”周景然狐疑地看了一眼涂秀秀。秀秀怎么知道我把300块钱都给了唐如宝？难道如宝跑到他面前去炫耀了？不是，既然钱给了他，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周母杀猪般的声音，尖锐的要刺破他们的耳膜。你说什么？你给那个女人多少钱？涂秀秀一看，心里得意，脸上却摆出一副做错事的样子。阿然，我好像惹祸了。秀秀，你没错。他心里还闪过一个念头，那些钱是他借战友的，周母要是能从我那里要回来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妈如宝他吵着要钱，我就向战友借了300给他。借钱给他，他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涂秀秀的想法跟周景然一致，都想借周母的手从我身上拿回300块钱。他忍着周母身上的味，搀扶着周母到沙发上坐下。阿姨，如宝闹着要跟阿然离婚，阿然给他300块钱是让他消停。阿姨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洗个苹果吃。我能不生气吗？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把我这个婆婆放在眼里，打我还淋我一身水，她有什么资格向我儿子要这么多钱？我现在就要去找她，把钱要回来。说着，周母就风风火火走出屋，生怕慢了1秒，我就把那300块钱花完了。阿姨，你等等我啊，我也去。重生后，婆婆为了夺回我300块的彩礼钱，二话不说就要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，抬起来的手臂还没来得及挥下，就被一只大掌拽住。故意伤人是可以去有关部门举报你的。你谁啊？敢拦着我教训我儿媳？你不会就是唐如宝外头的相好吧？是不是你指使他跟我儿子闹离婚的？说话得讲证据，而不是在这胡言乱语。300块钱啊！我家阿然1年的工资全都被这个女人给骗走了，是不是你在背后指使他这么干的？妈呀！沈团长不认识唐如宝，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了。周母一听对方是团长，猛了一下。阿兰，营长级别高还是团长级别高？周景然被他问得脸庞发热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我要是比你儿子级别高，你就讨好我；要是低，你就会辱骂我吗？周母听男人这么一说，他马上知道谁的级别高了。大水冲破了龙王庙，是老妇有眼不识泰山。沈团长，你千万别怪罪阿然啊，是他，都是他跟别人生了女儿，还要跟我儿子离婚，还骗我儿子300块钱。300块钱是你儿子还给我的，怎么能是我骗他？我儿子又没欠你的钱，为什么要还你的钱？涂秀秀偷了我的钱去买了电视机，周景然为了包庇他偷钱行为，替他还钱，那钱是周景然还给我的，你有什么脸面要回去？唐如宝，你别胡说。如宝，那钱是我给你的。
秀秀拿的也是我的钱，不是你的钱。那笔钱我一直不舍得花，是他趁我不在家时进我的房间拿走了。你不仅没有去向他追要这笔钱，反而还答应给他买电视机。我知道涂秀秀救过你一命，你从此就深深的爱上了他。我也知道你娶我是因为我父亲当时救过你一命，你在报恩而已，你对我并没有一丝爱意。我当时只是进去找我的裙子，看到信封上写着阿然的名字，我以为是如宝偷了阿然的钱，我就拿去给阿然了。我真的没有偷钱，如宝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都会跟阿然保持距离的。但你不能因为这个而怨恨我啊！我跟阿然是清清白白的，你突然领个孩子回来，阿然问一句你跟谁生的也是正常反应，你干嘛要冤枉我偷钱啊？我说了，安来是我侄女，你们一个个的不信罢了。那我问你，安来是不是你在我执行任务的时候生的？你是执行2年任务，但我1年365天都在家属院，我有没有大肚子，他们看得清。周营长这么说，是承认如宝背叛他了。只有枕边人知道枕边人，唐如宝有没有偷人，周营长最清楚。就是周营长说他伤风败俗，那他一定是偷人了。这种破鞋应该赶出家属院。赶出家属院。很快就有几个人过来架起了我。此时政委程刚正好赶了过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政委，唐如宝偷人，跟别的男人生了一个女儿。这种伤风败俗的女人就该赶出家属院。程刚严肃地扫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。就算小唐同志犯了错，也是交给公安同志处置，你们这样做也是犯法的。偷钱偷女还情有可原，可是偷人啊，多丢脸的事啊！景然同志，你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媳妇被欺负，别人说小唐同志偷人你就信，小唐同志对你一片痴心，他怎么可能偷人？荒唐，简直荒唐！政委，你不能包庇唐如宝，他要替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。偷人生孩子就应该进猪笼。就在大家讨伐我偷人时，每天都往家属院送报纸的邮递员过来了。这个小女娃3年前就在邮局那条街乞讨了，这位女同志在邮局门口遇见她，小女娃长得很像她去世的小侄女，这个小女娃不是这位好心同志生的，你们都冤枉她了。她好心收养可怜的孩子，本是一件善事，怎么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呢？都说侄女像姑，如宝的小侄女会不会没有死？她就是如宝的小侄女。长得十分相似的人多了去了，你们也是女同志，明知道名声对一个女同志来说很重要，你们还要故意去诋毁，简直猪狗不如。陈小敏抱着安来走过来，她是这里我唯一的朋友。如宝，我们回去吧，他们没有权利把你赶出家属院。好，邮递同志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你有公局开的收养证明，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周母眼看我要走，突然喊道：那300块钱你给我啊！妈，你别再胡闹了，那钱就是他的。就算是他的，我是他的婆婆，他拿来孝敬我没问题吧？要钱的时候你就是我婆婆，我被欺负、被冤枉、被赶出家属院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你是我婆婆？那是你活该，好端端的你收养个赔钱货干嘛？你有那粮食养一个来历不明的赔钱货，还不如拿来孝敬我。周母被周景然拉走，但还是不甘地说着：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，跟我儿子结婚那么多年也放不出一个屁来。我放不出屁来，那是因为你儿子无能，你儿子就是个软虾，熟透的香蕉都比他硬，他都不行。你想我生出个什么样的蛋来？我跟谁生去？跟我的2块床板吗？我说出的话字字如雷，炸得在场的人都身体猛地一颤，他们的脑子都有瞬间的停滞，似乎是在消化着我所说的话。周母气得四肢发抖，气急败坏地指着我：你在诋毁我儿子，你根本就不是人。你儿子不行，你应该带他去看医生，而不是在我面前歇斯底里。周景然心里难受加愤怒，他没想到一直爱他的唐如宝变成了这样，还说他不行。他赶紧把周母拉走，不让他继续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安来被吓坏了吧？妈妈，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大的麻烦？不麻烦，安来，这些都不关你的事。小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闻言眼底划过一抹诧异，这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男人，原来就是陈小敏说的小舅沈琛。刚才谢谢你了。不是，我这边的任务完成了，给自己放个假。你还有假期？我又不是耕田的牛，还不能有假期了。耕田的牛都比你休假多，2年休半个月假不过分吧？大哥都大把年纪了，小舅你也不年轻了，你也是时候给我找个小舅妈了。儿女之情只会影响我工作。外公外婆就你一个儿子，你不找小舅妈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话要是被你大舅听到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大舅又不是外公外婆生的，我跟他也不亲。我不是那种别人在聊天喜欢插嘴的人，沉默的听着他们就生2个在聊天。我在想着一会儿回去，周景然会不会因为我说他不行而对我动粗？重生后丈夫7年不和我圆房，我嘲笑他是个软虾，还不如一根熟透的香蕉。他恼羞成怒，便想要霸王硬上弓来证明自己。你想离婚，简直做梦！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不是说我不行吗？今晚开始，
你跟我住同一个房间，我要让你看看我行还是不行。把这个女人拖进去来一顿，看她还敢不敢造谣你不行。周景然，你敢那样对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安来被吓到一直哭，我拼了最后一口气在周景然身上踹出了一脚，然后抱起安来就往屋外跑。哎呦哎呦，不能让她跑了呀！你还傻坐在那里做什么？你赶快追出去啊！周景然心想，我明明那么爱他，以前也主动提出圆房，如今这么抗拒不肯让他碰，他恼羞成怒了。追出去做什么？给他长脸吗？追出去跟家属院的人说，你碰他是他不让的，这样整个家属院的人都知道，不是你不行，而是他不服从。周景然觉得钟母说的非常有道理，很快追了出去。屋外的我体力越来越少，跑的速度也渐渐慢了下来。妈妈快跑，他追上来了！一听周景然追了上来，我用力的咬唇，逼迫自己使力的跑。如宝，朝着声音方向望去，我看到陈小敏紧绷的神经一松，整个身体直直往后倒，眼前一片漆黑。你怎么了，如宝？妈妈，你醒醒！小舅，如宝他受伤了，咱们快送他去医院。当我醒来时，发现已经在镇上的卫生院了。妈妈，你醒了。安来，他们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欺负我，是小敏阿姨他们救了我们。这时，陈小敏提着饭进来了。你醒了，我刚好拿粥过来，一会起来吃。我陷入茫然，昏迷时，我不是被周景然抓住了吗？医生诊断为脑震荡，如果你活动没有头晕，进食没有呕吐，就不用转院，在医院观察3-5天就可以出院，否则就要转到市医院去拍片子。好，我感觉自己没什么大碍，应该没问题。如宝，他家暴你了吗？我深吸了一口气说道。我说他不行，把他激怒了，他对我用强的，我只能以死反抗。陈小敏一听，气得脸色发红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？娶了你放着不碰，你要离婚了才碰。那里我是不回去住了，我打算带安来在镇上租房子。不行不行，孤儿寡母在镇上租房子怕不安全，回头我跟我小舅说一声，让你和安来搬到他房子去住。不行，我跟你小舅不熟，我怎么好意思去住人家的房子？我和安来住你小舅的房子不方便。我拒绝了他的想法，要是真的这样，我跟涂秀秀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那行吧，你不愿意去，那我也不勉强你，过几天等你身体好了，我陪你去看房子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3天后我出院了，陈小敏陪我来到上次看中的那里租房子。进到屋里，我留意到有一处墙上沾染了血迹，看着莫名的让人毛骨悚然。阿婆，上次我看房子时，这里很干净的，怎么这里有血了啊？房东阿婆笑着跟我说道：我小孙子前2天回来这里住，在这里杀鸡，把鸡血染了上去。鸡血？闺女，你放心吧，第1个月我就少收你1半的租金，你拿这个钱去买些白石灰回来刷刷新怎么样？我儿子想着休息就过来刷的，他还没休息呢，你就过来租房子了。知道是鸡血后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，同意房东阿婆的建议，回头买白石灰刷新一下就是了。阿婆，就这里了，我今天就搬过来住，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搞搞卫生吗？房东笑呵呵的把钥匙交给我。当然可以，你可以搞好卫生了，然后再去交房租。好，那我们就定在这里了。安来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只要能跟妈妈在一起，只要是妈妈喜欢的，安来都会喜欢。在我们打扫卫生时，楼上的住户抱着一些衣服下楼来，他眼神盯着我打量了一下。姑娘，你要住2楼？是的，我刚租下来的。这屋子大前天死过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一听，鸡皮疙瘩起了全身。什么？阿姨，你说什么？死的是新租户，20岁不到的外地女孩，她才住进来3天，就被入室偷窃的小偷给残害了。这头期还没过呢，你就敢住进来？你一个姑娘家的不怕吗？住进来3天就死了，还死于非命，这不妥妥的凶宅吗？我以为你们知道呢，这么大胆住进来，我们1楼3楼的都不敢回来住。我今天回来就是拿衣服回工厂住的。如宝，我们现在就走，真是晦气，前2天才死过人，房东不跟我们说，还把房子出租，他这不是害人呢？他拉着我来到房东家，骂了一顿房东阿婆，房子大前天才死过人，不跟我们说实话，还隐瞒。阿婆被他骂的一声都不敢吭。还是家属院安全，有哨兵守着，小偷色狼都进不了那边地区。如宝，你就住我小舅那里吧。怕我拒绝，他絮絮叨叨地解释着。我小舅本来是西服营区的营长，后来调职了，调到南宁那边干保密工作，他那房子一直空着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你想想，你这么年轻，带着安来在镇上租房子，平时进进出出，久了人家不就知道你的情况了吗？没有一个男人进出，你不害怕外头的人有什么想法吗？陈小敏说的虽然夸张，但也是事实。一个女人带着女儿租房子，平时没有一个男人进出，很容易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盯上。小舅，你家属院的房子能不能让如宝住？不行。沈琛不假思索地拒绝，他的声音很好听，低沉醇厚，
却又透着与生俱来的疏远和淡然。我料到他会拒绝，但是亲耳听到他拒绝的如此直接，不免有些尴尬。小舅，你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让如宝过去住，还能添添人气呢，干嘛不行啊？你宁愿放在那里沾灰尘，也不让人住进去吗？你宁愿让那房子放着粘灰尘，也不让如宝进去住？小舅，你这是为何？她是周营长的媳妇，周营长有房子给她住，她这样子住进去会被人说闲话。可是如宝说他们已经申请离婚了，周营长还那样对她。她不想回去住，可以到外面去租房子住。沈琛语气沉冷，他认为是我不舍得出钱在外面租房子住，想占他外甥女的便宜。如宝之前看中一间房子的，今天去租时看到墙上有血，房东还骗我们说是鸡血，其实那是人血。沈琛一听，眸色一冷，镇上大前天发生一桩案子，他也听说了。要不是遇到楼上的人回来拿衣服，我们都不知道那里刚死过人。楼上的人说大前天有个女孩子搬进去，才住了3天就被小偷给残害了，我们还把房东臭骂了一顿呢。小舅，你就大发慈悲嘛，把你那个房子给如宝住嘛。他转过身没有回应陈小敏，但面上的冷漠和疏远，谁都看得出来，他是在拒绝。我挺尴尬的，走到陈小敏面前，小声说道：“我一会再出去找房子，没事的。”无意中，我瞥见桌上的书上有一大段是日语，被他圈了出来。陈小敏说沈琛是进了保密单位工作的，但是具体研究些什么，外人是不知的。他的工作很隐秘。沈团长，你圈这段出来是要找翻译吗？你会日语？上辈子女儿生病去世前很向往的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你带我去日本和德国好不好？那里的医生可以治好我，让我不痛苦。”后来我真的学会了这2个国家的语言，可女儿再也没有去求医的机会。不是如宝，你不是大字都不识几个吗？你怎么会日语啊？我有跟大家说过我大字不识几个吗？上次你向我借故事会时，还向我借了新华字典，那是你自己借给我的呀，可不是我主动要借的。忽然间，陈小敏觉得自己被骗了。如宝，你真的会日语？我不爱去学校读书，但我很爱学习。我很小就开始识字写字了，我还炒得一手好菜。要不要我进厨房给你们烧2道菜？你刚出院呢，坐着休息吧，我去做饭。等待间，沈琛在我对面毫不掩饰地看着我。沈团长，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没有，就是对你挺好奇的。好奇什么啊？好奇你是不是间谍？我被逗笑了，直接翻了一个大白眼。开玩笑的，你别介意。他这么浅浅一笑，都这么毅力惊艳，真的是一个帅到人神共愤的男人。气氛有些怪异，我起身来到厨房，我来帮你吧。你是我家客人，哪有让客人做饭的？我算哪门子客人？你就只把我当客人啊？我能把你当好姐妹吗？怎么不能？我都叫你小敏姐了。知道我会日语，陈小敏瞬间变成小迷妹了。真好，我终于在家属院结识了一个好姐妹了。你出去吧，这顿饭我来做。看你这样就知道你平时都不会做饭。嘿嘿，平时都是我妈做的，最近她跟我大哥一样，总往亲人村跑，我只能自己下厨了。饭做好了，桌子上的菜色香味俱全。小舅，看在如宝帮你翻译，又给咱做一顿这么好吃的饭的份上，你就让如宝搬到你那里住呗。我不好意思地看着，相比到镇上租房子，我更想在家属院住，至少家属院安全。不过就算沈琛拒绝了，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。你大哥有对象了，到时候肯定会带回家吃饭，可能你大嫂还会在家里过夜。你到我那里住，把你房间让出来给你大嫂。你的话，一个女孩子要是不敢住一间屋子，可以叫上好姐妹过去陪你一起住，但是不能动我书房里的东西。小舅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沈琛要是把房子给我住，家属院的人肯定会说闲话，但陈小敏过去住，就没人敢说闲话了。想到了这一点，我看沈琛的眼神带着一丝感激。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家，就见到周母握着涂秀秀的手，笑得一脸慈祥。阿姨错怪你了，阿姨向你道歉。阿然每个月给的20元，我都不敢花的，我一直放在存折里存着。你存折已经给阿然拿着了，阿姨知道你心善，也幸好你帮她存着，不然这钱要是给了那个贱人，1分都要不回来。听了他们的对话，我大概猜到了怎么回事。我走进屋，周母和涂秀秀一起看过来，脸上的笑容顿时都没了。你这个伤风败俗的东西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冷冷一笑，快步冲过去，手起手落，巴掌用力地甩在周母的脸上。如宝，你怎么能对老人家动手？我警告你，往后只要我在你嘴里听一个贱字，我就赏你1巴掌。你就是贱。他还没说出口，我又甩了一个耳光上去。对于周母这种欺善怕恶、欺软怕硬的泼妇，根本不需要讲道理，直接上手，把她打得心服口服。哎呦哎呦！周母直接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恶习大婆婆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如宝，你打完阿姨就这样走了，你不向阿姨道歉，不等阿然回来主持公道吗？周景然又不在，你演戏给谁看呢？你打阿姨就不对，你那么孝顺，要不这样，他骂我一句，我打你1巴掌。你……涂秀秀气急，瞪着我的眼神不遮掩的透着厌恶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又遇见了政委。如宝，我已经教训过周景然了，那臭小子工作那么出色，家庭却管教不好，我警告过他，
他要是再欺负你，我亲自帮你们写离婚申请递交上去。他答应我了，以后会对你好的，会照顾你的。政委，什么叫您亲自帮我们写离婚申请递交上去？离婚申请我们不是已经写好，我交给您了吗？您还没帮我递交上去吗？离婚申请我已经退回给周景然了，他没有跟你说吗？政委，您怎么可以把离婚申请退了回来？我见你们收养了一个女儿，觉得你们是想好好过日子的。我找阿然沟通过了，阿然还向我保证，他会跟你好好过日子的，不会再提交离婚申请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里面像有一颗炸弹炸开。他要是再欺负你，我就亲自为你们拟离婚申请，我第一个就批你们离婚。政委，那你要说到做到。那是肯定的。得到了政委的肯定，我总算是放心了一些。如宝，你怎么会住到其他男人家的？这几天你都不回去住，原来你就是住在这里的。唐如宝，你给我滚回去！我不是你的奴隶，不要用这种命令我的口气跟我说话。丈夫是天，丈夫的话就是命令。真是大男子主义，请你们马上离开。你昨天打了我妈，你马上回去向她道歉。我是脑子进粪了，还是脑袋起泡了才回去向她道歉？你不回去，是打算长期在这里住吗？我在这里住比回到你那里被你跟你的妈折磨好吧？如宝，你是有夫之妇，你怎么可以跟沈团长住一块呢？见路上有些人慢慢往这边靠，涂秀秀一副的善解人意劝着我。你们孤男寡女的，长期这样住在一起，就算你们没发生什么，别人也会说些什么的。你不能跟阿然吵架，就跑来这里向沈团长哭诉。你不要名声，沈团长还要名声呢。是啊，秀秀说的没错，孤男寡女的这样住不好。周营长不是有房子吗？唐如宝怎么来沈团长家里住了？他们在闹离婚，会不会是因为沈团长啊？不可能吧，沈团长不可能看上唐如宝的，他们差太远了。就是啊，他们差太远了。先不说家境和外表，人家沈团长是知识分子，研究院的一把手，唐如宝会什么？这时，张云梅酸溜溜走过来插话：“会勾引人啊，会散发狐狸妹子味啊，这狐狸妹子味一散发出去，就把男人迷得团团转。我勾引谁了？我狐狸妹子的味迷惑谁了？你倒是给大家说清楚啊！”张云梅抬手指了指沈琛的房子：“你住谁的房子，就是在勾引谁。”我低头看了一眼放在屋檐下装了半桶擦窗的脏水，提起那半桶水冲了过来，全都泼向张云梅。至少我散发出来的狐狸妹味有男人喜欢，你只会散发屎尿味，让人厌恶。我帮你把你身上的屎尿味冲干净。还有你刚才污蔑我的话，我会向政委举发你的。张云梅的丈夫跟周景然平时处得不错，见唐如宝这样欺负张云梅，周景然脸色难看至极。唐如宝，你粗暴野蛮，我要把你送回老家。张云梅尖叫结束后，气得扑上来要打我。我要打死你这个女人！我举起桶就朝张云梅的脑袋砸去，她为了躲避脚下一滑，摔了个狗吃巴巴。陈小敏扛着锄头过来为我打抱不平。我住我小舅的房子也不行吗？你住行，可是唐如宝住不行。我一个女生住着害怕，我叫如宝来陪我不行吗？你小舅他……陈小敏知道对方想说什么，开口打断对方。我小舅怎么了？先不说我小舅几年不回这里住，就算回，我跟如宝一起住也没问题吧？你们的思想怎么这么龌龊？陈小敏指向涂秀秀。还有，你是我小舅的邻居，你在这里住那么久，见过我小舅回这里住过吗？涂秀秀怯怯地说道。我没见过。凡是认识我小舅的人都知道，我小舅回这里来，都喜欢到我大哥那里住，你们都知道。但你们就是想污蔑如宝，讨伐如宝。陈小敏叉着腰，对他们冷讽热嘲。我就不明白了，如宝失事了你们父母，还是挖了你们祖坟？就不明白了，如宝失事了你们父母，还是挖了你们祖坟？你们怎么就那么喜欢欺负她？是不是看到她无父无母好欺负啊？是不是看到她不被丈夫疼爱和撑腰好欺负啊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如宝的父亲是英雄？你们这样欺负英雄的女儿，就不怕他到组织举发你们吗？我们没有欺负她。是啊，我们哪有欺负她？小敏，你可别乱说话。我说你们欺负她，你们急了。你们说她勾引谁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她会不会急啊？陈小敏抬手指向周景然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你当丈夫的怎么这么没担当？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你是猪狗投胎的吗？那晚是你小舅抱她去医院的。你还敢提那晚的事？大家过来评评理。几天前周营长对如宝动粗，如宝带着来逃命时昏迷了，我小舅送他去了医院。周营长和他的母亲都没有去看过他一次，他却因为我小舅送如宝去医院的事耿耿于怀。涂秀秀的手被烫伤时，他也没有昏倒。周营长不同样也是抱着他去医院的吗？大家听了陈小敏的话都抿嘴不敢议论了。周营长对涂秀秀的照顾，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秀秀、周团长，都是你们在带节奏，让我们误会如宝。大家都回去吃饭，以后这种八卦不要听也不要看，会害死人呢。不一会众人散去，留下了周景然和涂秀秀。如宝，你一个有夫之妇，
跑到别人家去住不像样子。你回去住我的房间，我搬回宿舍去住。我和小米又不是孤男孤女，我们一起住有什么不像样子的？倒是你把涂秀秀的家当旅馆，进进出出的就像样子了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只把秀秀当妹妹看待。当妹妹？你亲妹妹都来了，怎么没见你对亲妹那么好啊？周琼她不一样。你知道她不一样，还不多花点心思去照顾她？照顾自己的亲妹妹就没精力，照顾其他妹妹就有精力。你闭嘴！周景然恼羞成怒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算盘，你无非就是想让我回去把你那个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帮你照顾你亲妹妹罢了。我告诉你，没门！她是你小姑子，你照顾她不应该吗？你是她亲哥，你都不照顾她，凭什么让我照顾？你是女人，你帮她洗澡换衣服比我方便。她不也是你妹妹吗？那她就是周琼的亲姐妹啊，亲妹妹照顾亲姐姐总行吧？涂秀秀脸色一变，真的怕周景然会开口让她去照顾周琼的。她正要开口反驳，周景然就替她说话了。你能跟秀秀比吗？秀秀要上班，平时排练就已经很辛苦了，哪还有精力照顾周琼？是啊，我不能跟你的秀秀比，我有洁癖。说完，我转身进屋，不给他对我的机会。周景然气得脸色铁青。阿然，不必为他生气，我煲了骨头汤，回去喝吧。周景然收回目光，落在涂秀秀漂亮的脸蛋上。唐如宝要是有秀秀一半温柔，一半优秀就好了。小敏，刚才真的谢谢你。这有什么？不骂他们，他们都不清醒。我小舅说的没错，你和阿来这样搬过来住，肯定会被人说闲话。我跟着搬过来就不一样了。你们一家都是好人，得了吧，好马被人骑，好人被人欺。我们可不喜欢收好人卡。我除草去了。屋里喝了2碗排骨汤的周景然和涂秀秀越来越热。怎么那么热啊？他起身想出去吹凉，周景然却突然叫住他。你是不是想跟我生孩子？涂秀秀惊讶地看着周景然。阿然，你说什么？我已经有可心了。唐如宝，你到底隐瞒我多少事情？周景然整个脑袋发胀发糊，把涂秀秀当成了我。涂秀秀一听脸色大变。他没有喝酒啊，怎么把我当成那个女人了？是不是他太想念唐如宝了？顿时，涂秀秀心里生出一丝危机。阿然，我是秀秀，不是如宝。周景然突然猛地把涂秀秀拉入怀中，两人向后倒去，跌坐在沙发上。我和陈小敏开门进来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牛！一会进屋看到秀秀躺在你大哥的床上，你要大喊，要让邻居们都听见，知道吗？这样就可以把事情闹大了。事情闹大后，他就会跟唐如宝那个小贱人离婚了。哈哈哈！我真是英明啊！以后你大哥娶了秀秀这么优秀的媳妇，一定会感激我的。周母一进门就看到我站在屋里，她像见到鬼一样尖叫一声：“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冲上去抬起手臂，当着周景然的面甩了周母一个耳光。我是不是警告过你，骂我一次贱人，我打你一次？你怎么就这么不长记性呢？你这个泼妇！周母捂着发痛的脸颊，突然又看到沙发上的周景然和涂秀秀时，直接懵了。阿兰，秀秀，唐如宝打我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啊，动不动就打婆婆，你帮我教训她。周母又上演她那一套坐到地上撒泼打滚的戏码。要是以前我敢这么放肆当着自己的面打她的母亲，她一定会教训她的。可是现在周景然没有精力，也没有心思去教训我。妈，你刚才都说了什么？她满脸失望，做梦都没想到算计她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。阿然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别装了，妈，你刚才在外面说的话，我们都听到了。阿姨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你这样做会毁了我跟阿然的。涂秀秀一改之前的礼貌大方从容，脸色难看的骂起了周母。你这个无知的农妇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？周母愣愣的眨了眨眼，精明的脑子快速的运转着，强词夺理的为自己辩解。后果就是你们结婚啊，我都是为了你们好，你们怎么都不领我情，还怪我啊？这话差点就让周景然气吐血。你这样只会害了我跟秀秀。你结婚没有跟我说，媳妇也没有带回去给我把眼，才导致娶了个母老虎。秀秀善解人意，美丽大方，多才多艺，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。你平时又那么照顾她，我就是想撮合你们而已，你却在谴责我。我是有妇之夫，我要是跟秀秀真的发生了什么，你就不是撮合我们，你是送我们去吃花生米。周景然深吸了一口气，突然觉得有这样的母亲很累，他有种预感，再让她继续住下去，自己会被她毁掉的。如宝是我明媒正娶的媳妇，你平时待她好，她也会待你好的。你不要再想着撮合我跟秀秀，我只把秀秀当妹妹。说完，周景然满眼歉意地看着我。如宝，我和秀秀刚才那样，不是我们的本意，是我妈给我们喝的汤下了东西。我和秀秀真的是清白的。周景然，你不会觉得这个时候我还会相信你吧？就算是你的妈给你下了东西，可你现在意识还是清醒的，你分明认得出来，你抱着的就是涂秀秀。你忘了你刚才面目狰狞的冤枉我，是我给你们设的圈套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那样的话，我意识不清醒的。刚才我把秀秀当成了你，我想跟你生孩子。涂秀秀疯狂点头示意。
是的，是的，阿然刚才是把我当成你了，他叫你的名字。你们别恶心我了，我看着就想吐。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？这责任推得真是一干二净啊！你闭嘴，都是你把如宝教坏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周景然，你不是说只把她当妹妹照顾吗？不是，如宝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我都亲眼看到你们搂搂抱抱躺在沙发上了，接下来谁知道你们要干点什么？你还说不是我看到的那样？那你说我看到的是哪样的？我刚刚是糊涂了，把秀秀当做了是你。周景然，我知道你一直爱着涂秀秀，你爱就爱啊，可是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要去找政委，我要去跟他说你跟涂秀秀。不准找政委。涂秀秀一听说要找政委，她慌了。找政委的后果不用想都很惨烈的，她不敢想象那样的后果。如宝，你不可以去跟政委说。呵呵，你们背着如宝苟且，还不准他找政委？你们是打算让他继续对你们忍气吞声吗？他是人，不是你们家养的狗。涂秀秀红着脸解释，不是的，我跟阿然真的没什么的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你抱我，我抱你，你还说没什么？是不是要我亲眼看到你们脱光衣服躺在床上做那档子事，才是真的有什么？如宝，我和阿然只是在屋里喝汤，然后就这样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还有你周景然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们是清清白白的，你的清清白白到底指的是什么？在我老家，即使一个女同志掉进河里被一个男同志救了，这个男同志都得娶这个女同志。你平时跟涂秀秀出双入对，天天给她母女打饭，天天往她家里跑就算了，现在你还跟她这样，你们欺人太甚了。家属院的人说的没错，你们就是欺负如宝无父无母。如宝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没有用。那你说什么有用？离婚。不准离婚。你不离婚，我就找政委，他答应过我的。你要是再欺负我，他就会亲自批准我们离婚。周景然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难怪今晚他和秀秀都不正常。他看看涂秀秀，又看看自己，原来是你在搞鬼，是你给我们下的脏东西，是你设下的这个圈套。唐如宝，为了离婚你还真是不择手段啊！瞒着我偷偷写离婚报告申请不成，就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我还真是小瞧了你。只要我不同意，你想跟我离婚简直是做梦，这辈子你死也得死在我面前，休想摆脱我。你这男人有病吧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把脏水往如宝身上泼。我脸色沉冷，悠悠地看着周景然说道，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，这样的婚姻又有什么意思？周景然嗤之以鼻，满脸嘲讽，相信你不识字，不会写离婚报告，相信你只是一个村妇，不会弹钢琴吗？唐如宝，你把自己隐藏得够深啊！如果我现在把你带到政委那里去，说你是特务，你说政委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？我识字，我会弹钢琴就是特务，他识字吧，他会唱歌吧，他会乐器吧，我要是特务，他就是特务的头。你别血口喷人，就是你算计我和阿然的。唐如宝，你耍肮脏手段，我要去报公局。你们是有病吗？明明自己犯了错，还把责任推到一个无辜人的身上，你们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小敏在屋里指着他们骂着，周母的声音从屋外清晰地传了进来。哎呦喂，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肯定是成了，他们肯定生米煮成熟饭了。我真是个大聪明，嘿嘿，也不知道家里郎中开的药靠谱不靠谱啊？你这个傻妞！喂，都是你把如宝教坏的。如宝没跟你玩之前，对我百依百顺，跟你玩之后又要跟我离婚，又打我母亲的，都是你教坏的他。你以后不准再来找如宝玩。你说我教坏了如宝？你这男人说话还真是莫名其妙。你也不回头看看你都做了什么事，如宝变成现在这样，难道不是被你逼迫的吗？周景然，以前我真是眼瞎，居然爱上你这种没担当、遇事只会推责任的窝囊废。你们跟他废什么话？阿然，你赶紧跟他离婚，回头就把秀秀给娶回家。这种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，只有秀秀才配得上你。妈，我是不会跟如宝离婚的，你别再闹了行吗？一向对自己孝顺的儿子，竟然为了一个恶媳妇吼他。周母愈发愤怒，她猛地冲进厨房，拿了一把菜刀出来架在自己的脖子上。你马上跟他离婚娶秀秀，否则我就死在你面前。阿姨，感情的事是不能勉强的，我只把阿然当哥哥。什么狗皮哥哥？你把他当哥哥，怎么没让你女儿叫他舅舅，而是叫叔叔？涂秀秀无语至极，这个愚蠢又泼妇的婆婆，真是谁碰到谁倒霉。我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涂秀秀想享受周景然对她的照顾，却因为家境不富裕不肯嫁给他。周景然不想离婚，就是想找个保姆照顾年老的母亲和痴傻的妹妹，好让她心无旁骛地照顾涂秀秀。你个不孝儿，你答不答应跟唐如宝离婚？妈，你今晚不应该给我和秀秀的汤里下东西。我和如宝还没离婚，我和秀秀要是真的有什么，就是婚内耍流氓罪，我和秀秀都要吃枪子的。所以你马上跟唐如宝离婚，然后娶秀秀，就不存在耍流氓罪。我很快就要往上升，这个时候离婚我就生不了了。这话周景然是不想说的，可是他太清楚他母亲的为人了，把钱和虚荣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往上升会涨工资不？不仅会涨工资，还会被调到北市去，会在军区大院分配大房子住。涂秀秀眼底划过一抹惊讶，阿然真的准备要往上提了吗？这杆枪好啊，
听说北市像天堂一样。周母脑子飞快地转着，这样她以后回村里都有面子，看村里那些恶人还敢不敢瞧不起她。那现在就不离，等你提升了再离。可是你和秀秀喝了排骨汤，不睡一块会死的。秀秀，这件事是我妈不对，伤害了你，你赶紧回去泡个凉水澡。涂秀秀已经没什么力气了，她真的要赶紧回去泡冷澡，不然会死的。阿然你自己小心，我先走了。周景然没有回应她，而是忽然地看向我，他的眼神炽热饥饿的像头狼，似乎要把我吃掉。我吓得拉着陈小敏就往外跑。如宝，你不能跑，你得救我。周母当然不想儿子死，以后还要靠儿子养老送终呢。她想都不想就提着菜刀追出去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要灭口了！如宝，你别闹了行不行？你和涂秀秀喝了那锅排骨汤，是不是抱在一起了？唐如宝你……周景然气得就要甩手给我一巴掌。给我住手！周景然，你要打人吗？还有你提个菜刀做什么？你想灭绝口吗？欺软怕硬的周母见政委怒目吼自己，吓得菜刀从手中掉落。我拿菜刀砍菜的。我看不是菜而是人吧？如宝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程刚听完了我的讲述，脸色形容不出来的难看，他狠狠地瞪一眼周景然，眼里有失望也有愤怒。离婚吧，我亲口答应过你的，只要他敢再欺负你，我就亲自帮你离婚报告提交上去。政委，你闭嘴。得到政委的肯定后，我们回到家，陈小敏看我那么开心，有些担忧地问，要是周景然不愿意签名呢？他会签的，政委批准了。周景然不签的话，政委会亲自帮他签上。他要是闹，上面就会调查，这种事情影响极大。为了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周景然肯定会签的。小周，你过来把离婚书签了吧。政委，我不离婚，那件事是我妈搞的鬼。如宝，你不能因为这事就跟我离婚啊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处理好我跟秀秀之间的关系的。不要再浪费时间了，我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，你有珍惜过吗？每次你只会跟我说你和涂秀秀是清清白白，你还会说什么？你要是不签字，我就闹到上级去。如宝，你闹到上面去，不就是要毁了阿然吗？他不签字，不也是在毁我吗？你不是很享受他对你的照顾吗？每个月拿他的20块钱，拿得那么心安理得。你3番5次劝我不离婚，是不是只要享受不想付出，不想替他照顾他的母亲和妹妹啊？你别胡说，我只把阿然当哥哥，我怎么可以嫁给他？好一个哥哥，好一个妹妹。周景然，你是要我把事情闹大你才肯签字是吗？你不想离婚，并不是有多喜欢我，你是想让我像以前那样对你言听计从，回老家去照顾你母亲，照顾你妹妹，这样你可以心无旁骛地照顾你的秀秀妹妹，给她钱也不用给我钱，不是吗？周景然像被人打了耳光，脸庞火辣辣的，一时半会不知道如何回应。你怎么可以有这种荒唐的想法，把人家送回老家去，连钱都不给人家寄？你是找个媳妇，还是要找个奴隶？程刚气得直拍桌子，命令周景然把字签了。周景然看我那不讲情面的样子，他不签字，如果真的被闹到上面去，这个婚不但要离，还会影响他的前程，严重的话甚至还会脱去军装。周景然衡量许久，最终还是不甘心的拿起笔签上了他的名字。别忘了你还欠我200，那200是你给我的离婚补偿，现在我们离婚了，补偿费赶紧拿出来。唐如宝，你适可而止，结婚这些年，你吃我的住我的用我的，这婚还是你非离不可，要补偿也是你给我补偿。小周，这话你说的过分了。可现在我没那么多钱，我这里有，我借给你，你先给小唐。都不等他回应，程刚就已经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沓钱。这钱是部队用的公款，待会你打个欠条，这你得还的。周景然只觉得脸庞比刚才还要火辣辣的，让他写欠条，政委是信不过他吗？这让他感到了浓浓的羞辱。对了，还有你的，我也要给你离婚补偿。周景然来西服2年，每个月给你20元，2年就是480元。之前你还让我帮你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我算你20元，你给我个整数吧，500元。唐如宝，你别在这里诓一个又一个，简直得寸进尺。政委，周营长给涂秀秀的钱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，如果涂秀秀不归还我500元，我就要去告他。涂同志，这事是你理亏了，你是要去打官司还是要还钱？要是闹到打官司那一步，你肯定会丢了文工团的工作。官司要是打输了，这500元你还是要还给唐同志的，你怎么看？可是我真的没有钱啊！我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，还要养着孩子，平时的钱都不够花。如宝，看在咱们是好姐妹的份上，你能不能别这么为难我？我深深地吐了一口大大的浊气。你死丈夫跟我有毛关系啊？你存折里存了好几千块钱，别跟我装穷。我爹妈只生了我一个女儿，我没有姐也没有妹。我给你3分钟考虑，到底是要我把事情闹大，还是现在就乖乖还钱？我身上没有钱，我的钱都放在存折里存起来了。今天已经很累了，我明天再去取出来给你吧。不行，你一会说没钱，一会说存银行里了，你狡猾多端，我信不过你。我现在身上没钱，拿什么还你？我认真思索了一下，看向程刚。政委，你有500吗？周景然和涂秀秀一致看向程刚，希望他说没有。不料政委再次打开抽屉，拿出一沓钱。这钱是部队用的，
涂同志，你得给我写欠条，保证明天之前把钱还回来。涂秀秀的眼泪不停地流，周景然看得又心疼又愤怒，毕竟一下子从他和秀秀身上诓走了那么多钱。政委，离婚申请交上去，多久能拿到离婚证？快则半个月，慢则1个月。我在离婚报道备注加急，半个月应该可以了。谢谢政委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拿着钱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就带陈小敏和安来去到镇上。真是败家娘们！我说过的，拿到钱就带你和安来过来吃大餐。拥有小金库的我并不觉得这顿饭有多贵，红烧肉8毛钱，清蒸鱼5毛钱，另外3个菜加起来也就7毛钱，也就八宝鸭贵点。老远的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叫自行车回去吧。如宝，我小舅来接我们了，我们不用叫自行车了。我看了一眼慢慢往这边开过的车，小心说道：你确定你小舅是来接我们的，不是来吃饭的？吃完饭可以送我们回去啊。沈琛的车在饭店门口的街边停下。小舅，你也来这个饭店吃饭啊？没错。你不早到，我和如宝还有安来刚吃完出来。我刚送领导回去了，那你们还进去吃吗？不吃了，我们吃的可饱了。小舅，今天有八宝鸭，八宝鸭好吃，这可都是如宝请我吃的大餐。沈琛闻言不太赞同陈小敏的行为，他觉得我养家不容易，目前也没有工作收入，陈小敏还让我请吃饭，还点这么贵的菜，下次不准这样了。知道了，小舅。如宝离婚成功了，不仅拿了离婚补偿费，还拿回了周营长之前给涂秀秀的钱。如宝说要吃大餐庆祝自己脱离苦海，才过来这里点这么多菜吃的，不然我们都在家里烧饭吃了。唐同志离婚后就不属于居人家属了，你又不进文工团工作，恐怕以后不能一直住在家属院了。我点头示意，以为是沈琛不喜欢我住在他家，笑着解释道：这个我知道的，我打算在你那房子里住到离婚证办下来后就回去。等沈琛吃完饭，我们一起回的家属院，只是车子还没开出10分钟，陈小敏就要下车去吐了。她扶着一棵树，把刚才吃进肚子里的食物全都吐了出来。小舅，你不要把车开得那么颠，行不行？不是我开的颠，是这段路坑坑洼洼，你以前坐我的车都不会这样，今天怎么吐得这么厉害？以前坐车我都是饿着肚子的，今天是吃的太撑了，还有被热的，你这车热得我头晕。你应该叫自行车送你回去的。我还不是想省点车费吗？沈琛看着我们都热得脸蛋发红，忙着解释了一句：车上的空调正好坏了，还没来得及开去修。你一个糙老爷们，吃得了苦，耐得住寂寞，耐得住炎热，修不修空调能有什么事？可我跟如宝和安来是黄花大闺女，娇嫩得很，这么热的天坐车不开空调会闷死的。沈琛无言，什么糙老爷们，就不能去掉老字，说他是糙爷们吗？陈小敏吐完之后，她身体都没力气了，直接坐在地上。你这地上被树叶挡着阴凉，你吐出了一身汗，身体像火一样，你这样一坐，阴凉的地面就像冷水一样泼在火上，火会熄灭的，你会感冒的。唐同志说的有理，就像你运动很热的时候，马上喝冰水，会要了你的命一样。你先站起来歇一歇。我很累，不想站起来，可惜了，刚才吃的那些好东西全都吐完了。呜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吃了也要吐出来。小舅，你就算是个公道不贪小便宜的男人，也不能这样说我啊！我也不算吃免费的午餐。如宝离婚这事，我有在场帮他撑腰呢。你是不知道，周母凶神恶煞的，就只会欺负如宝无父无母。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姻。小舅，你再这么下去，你会娶不到老婆的。我还没那个想法，工作要紧。小舅，你得赶紧把空调修好，你热坏没事，可别把我和如宝他们热坏了。要是热中暑晕倒在车里就麻烦了。你后天要带如宝去张师长家教他女儿弹钢琴，你先骑自行车送如宝去吧。陈小敏用暧昧的眼神偷偷地瞧了我一眼，脑子里蹦出沈琛骑自行车，我坐在后面一手搂着沈琛腰身的画面，然后我还把脑袋靠在沈琛背后的画面，这层层加深的感情可真甜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在沈琛的门口停下，我抱着已经睡着的安来下车，竟发现周母站在院子外。好啊，你个唐如宝，你总算是赶回来了。周母生气地朝着我冲来，却没控制好自己的速度，脑袋咣的一声撞在了沈琛的车身上。你撞我车子是想诓我的钱吗？他不理会沈琛，转过身指着我骂道：你个小妮子，你还敢躲？你快给我出来！你敢撞我就敢躲，我是脑子进水了，才站在外面晒着太阳跟你扯牛皮，想我出去没门。唐如宝，你给我出来！住嘴，别在我家门口撒野！闭嘴，别在我家门口撒野！你撞我的车子是想诓我的钱吗？我就是想教训教训我那个儿媳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？上头都批准你儿子跟我离婚了，你还儿媳儿媳的叫？你离婚也是我儿媳，你有钱就应该给我花。那你等着吧，到你进棺材板那天，我都不会给你1分的。我不管你们的家事，但是你撞了我的车，你就得给我算清楚。车门那处凹痕并不是周母撞的，是沈琛上次把车借给战友开，推门撞上了圆珠石头，正好凹了一个拳头下去，周母的额头也正好撞在这个凹痕上。这也没破啊，还能开门关门呢？你怎么能让我给你算这个钱？把你儿子和政委叫来，我不想跟你这种无知的人说事，会降低我的智商。
涂秀秀站在门口处，能够看到沈琛英俊的脸庞，她看他的眼神满眼的仰慕。我又不是故意的。听说要把儿子和政委叫来，周母害怕了，她赶紧把责任都推我的身上。都怪唐如宝，要不是他躲开，我也不会撞到你的车。你要钱找他要，他有的是钱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幸好如宝跟他的儿子离婚了，不然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小敏，你去把周营长和政委叫过来。我知道了，小舅，我这就去。听说要找政委过了，周母慌了。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你身为年轻人，不要跟我这个老太婆计较好不好？我马上回去，我不进你家了。说完，周母转身跑进了涂秀秀的家，那速度比兔子还快。对付恶人，你要比他更恶。恶人比敌人还可怕，敌人见到你会直接要了你的命，恶人他未必会直接要你的命，他会想方设法算计你，把你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我听言内心震了震，也顿时恍然大悟。上辈子周景然不就是我的恶人吗？他不会直接要我的命，但却把我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沈团长，谢谢你跟我说这些话，也谢谢你刚才帮助我。若你刚才不帮我对付他，我还想拿柴灰撒他的呢。你可别，柴灰我可是要用来种花的，那可是我的肥料。周母那个泼妇，她还没资格吃我的肥料呢。你们聊，我还有事得先走了。沈琛刚出院子，就被一道矫揉造作的声音叫住。沈团长，我刚买了杨桃，特意送来给你2个，请你收下吧。神经病！不等他说完，沈琛不耐对了一句，然后直接上车启动车子，呼的一声开走了。涂秀秀潋滟的眼眸闪烁着委屈，她好心请他吃杨桃，他却要骂他神经病。我的天哪，他不会是看上我小舅了吧？天哪，他不会是看上我小舅了吧？你小舅跟周景然相比，好的不要太多。她嫁过去，能享受富裕的生活，还不用照顾母老虎一样的婆婆，是傻弟妹妹。她看上你小舅不是很应该的吗？你和周景然离婚报告已经提交上去了，周景然还这么年轻，不可能离婚之后不娶的。如果周景然要再娶，那涂秀秀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涂秀秀只想享受周景然给她的宠爱，并不想替周景然照顾家庭。涂秀秀肯定会在周景然要娶之前找个更好的男人。现在她盯上了沈团长，真没想到他这么有信心，真是恶心。明知我小舅看不上他，可他用那种眼神看我小舅，我就感觉要吐了。我小舅那个人，年轻貌美的黄花大闺女都瞧不上，怎么可能瞧得上他？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，或许就是他这份勇气会成功吸引你小舅的注意呢？不可能，算了，我去睡午觉了。另一边，周母和涂秀秀正商量如何能从我手中把钱给要回去。有了，我有办法让那个女人把钱给吐出来了。阿姨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周家有一只祖传玉手镯，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那不是很值钱吗？值钱是值钱，可已经被我打碎了。我要让大家都看到，唐如宝拿了我周家的祖传玉手镯，还把它打碎了。他没有理由不给钱的。到时候我就一口咬定这玉手镯值2000块钱，我倒要看他能怎么办。妈妈，他们说要陷害你偷手镯，还把手镯给打碎了，要你赔2000块钱呢。安来，你是说涂秀秀和周母在家里商讨污蔑我的事，被你听到了吗？没错，他们怎么这么不善良啊？咱们不怕，妈妈有个会读心术，还有千里耳的宝贝，我们就可以引蛇出洞，见招拆招。安来，你可真的是妈妈的乖宝贝。如宝阿姨，我可以进去跟安来玩吗？你的妈妈秀秀同志，她肯让你跟我家的安来玩吗？我妈妈去排练了还没回来，我没有钥匙开门。阿姨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我回家家里没人的话我会害怕的。那你进屋去跟安来玩吧，阿姨要松土种花，就不陪你玩了。阿姨，你忙你的，你不用管我。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可心背着书包走到安来面前站立，心里暗暗说道：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这个小乞丐，要不是妈妈非要我这么做，我才不会跟你玩呢。等会我就把盒子藏在你们家的书后面，晚上周叔叔回来了，他会过来找盒子的。哼，你们这些坏人，妈妈说了，听到对方心里话时不能说出来，也不要表现出来的，我可不能让他知道。可心姐姐，你来和我一起玩的吗？我们一起认字吧，怎么样？安来，你一直在家待着不无聊吗？我带你出去玩吧，好不好？妈妈可是说了，让我把你带到周叔叔家玩一会儿，再让你回来，这样说你偷东西更有说服力。好啊，那你带我出去玩吧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去解个手。不一会，我微笑地看着安来和可心出了院子。涂秀秀为了诓我的钱，连自己女儿都拉下水。如宝，你怎么让安来跟可心出去玩？你不怕她欺负安来？涂秀秀为了诓我的钱，连自己女儿都拉下水。不一会，我微笑地看着安来和可心出了院子。如宝，你怎么让安来跟可心出去玩？你不怕她欺负安来？我没有跟陈小敏说周母和涂秀秀想诓我钱的事。小孩子嘛，都爱玩。安来出去锻炼一下自己的独立能力也好。1小时后，出去玩的安来回来了。可心呢？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的周叔叔打了饭回来了。
他跟他的妈妈吃饭去了。那宝贝，今晚我们吃白粥跟炒面好不好？好啊，只要是妈妈做的，安来都会吃得很开心的。安来开心的笑着。此时沈琛来了，陈小敏奇怪的看着他。小舅，你平时不是喜欢到我大哥那里去的吗？你大哥他们都去情人村了，他们今晚不回来吃饭，我回来拿几本书。有剩下的饭菜吗？我还没吃饭。没有剩的饭菜，因为我们都还没吃呢。我弄些面粉，煎几个鸡蛋饼吧。我来吧，我看院子里种了不少的花，这一天你们也该累了，你们歇着吧，我去做饭。好，那多谢沈团长了。这边沈琛一个人在厨房忙了起来，周母就带着周景然、涂秀秀一家3口走进院子来了。安来，你个小乞丐，赶紧给我出来！小小年纪就学会拿别人东西，果然是有爹娘生没爹娘教的。陈小敏听到骂声，一脸茫然地问道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小敏阿姨，我不知道啊。我听着声音大步走了过来。周景然看到拿着锅铲从厨房出来的沈琛时，脸色一沉。沈团长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们不会是在一起了吧？一想到唐如宝离婚是为了跟沈琛在一起，周景然就不由来的一身怒火。他刚要开口质问唐如宝为什么要跟沈团长搞在一起时，周母开口说话了：“安来，你这孩子，你到我家拿了我的手镯，赶紧交出来，不然我可对你不客气了。”你有亲眼看到安来拿了你的手镯吗？你怎么就这么的肯定是安来跑到你屋里，还拿走了那么重要的东西？我不想跟你多说无用的话，他到底拿了还是没拿？进去搜一下不就知道了。住嘴！你这样是私闯，沈团长完全可以把你轰出去，还能把你送到公局里去。周母冷笑一声，以前他惹事最怕报公关，这次他是一点都不怕，而且还期待公安的到来。报啊！你现在就去报公局，这次公局一定是帮我不帮你。周景然，你就是这样纵容你母亲的？你不怕他这么下去会把你们都给拖下水吗？欣欣说她见到安来拿着一只木盒子鬼鬼祟祟的从我家离开，我妈正好不见了玉手镯，这只玉手镯正好是木盒子装的。是吗？可心，那既然你当时见到安来拿着一只木盒子鬼鬼祟祟出来，当时你怎么不叫住他？我不知道木盒子装的是什么。如宝，你不要这样吓我女儿，孩子是不会撒谎的。安来本就来历不明，又在街头流浪惯了，手脚不干净也很正常。他拿了别人宝贵的东西，你身为他的养母不教育他，反倒来吓唬我女儿，有你这样当妈的吗？听了这话，我上去就给了涂秀秀2个耳光。你给我闭嘴，不许你这么说我家安来。安来偷了东西，你身为他的养母不教育他，反倒来吓唬我女儿，有你这样当妈的吗？不准你这么说我女儿。唐如宝，你竟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种满口胡言乱语、不知天高地厚的无知女人。唐如宝，你别得意，你敢打我家秀秀，等会我们要是搜出来你家安来偷拿的东西，今天我让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以为我怕你不成？眼看形势越来越凶，站在这里许久没有说话的沈琛开口了：“你们进去搜可以，但请不要损毁我的东西。若损毁的话，必须1比1兑现，否则你们一个个的都别想安稳的离开。”我绝对不会碰坏你的东西的，就一些书本，能弄坏吗？得到沈琛的允许，周母就不怕我了，他直接冲进去，完全不顾刚刚沈团长的话，在屋里一通乱翻，把重要的资料都给扯开了。你住手！你知不知道这些资料有多重要？这不就是一张纸吗？在老家这纸我可都是拿去厕所用的。周景然快要气炸了，他冲着周母大喊：“你找手镯就找手镯，你进房间撕了人家的书本资料做什么？”周母找不到木盒子，心里很急，又被沈琛盯着，内心害怕的很。你凶我做什么？要不是可心那个扫把星说把盒子藏在书架上，我至于这样做吗？周母的话像只粗手指用力地戳破了涂秀秀的面目，涂秀秀气得脸色发白。阿姨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周景然犹如雷劈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周母。妈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盒子被可心那个小丫头藏在书架上了。顿时屋里的人一听，都发出一声唏嘘。但凡有点脑子的人，听了周母的话，都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你这是不打自招了吧？我就说嘛，可心怎么会好端端的要进我家玩呢？她是借内急之时如厕之时，进屋里把木盒子藏在书架上，然后还叫安来出去玩，感情是故意把安来叫到周景然家的，然后制造出安来偷拿盒子的假象。你们不见了玉手镯的，好把罪名按在安来的头上，这一招可真高啊！这书架都快被你们翻遍了，怎么还没见到你们说的木盒子和玉手镯？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木盒子和玉手镯啊？可心听得一愣，下意识的反驳：“有的，我就是藏在书架上了。”涂秀秀吓得赶紧捂住可心的嘴巴。现在捂嘴巴，是不是已经迟了？周景然脑子嗡嗡作响，胸膛烧起一股像风暴雨一样的情绪，他满脸痛苦绝望地看着周母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阿兰，你等着进局子吧。沈团长，我母亲弄倒您的书是不对，但也不至于进局子吧？没想到堂堂沈团长也是一个喜欢吓唬妇女的男人。沈琛把手中的纸丢给周景然，声音冷漠到了骨子里。睁开你的眼，好好看看这是什么。周景然拿起纸一看，见到上面是一架不完结的战斗机半结构图，他吓得脸色一白，拿着纸的指尖在发抖。
这竟然是沈团长，这我刚才说了，过来搜可以，要是弄坏我家里的东西，就按照原价1比1兑现。周景然忙不迭的点头。好，沈团长，你说个价，我给你还不行吗？才说过，你们要是弄坏我家里的东西，就按照1比1兑换。沈团长，我母亲平时嚣张惯了，但是她的心不坏，她也是为了找手镯太极才做出这样事的。沈团长，你说个价，我给你钱还不行吗？她嚣张惯了，不是你宠着的吗？她到底是找玉手镯太极，还是在故意栽赃？她故意趁人不在，把盒子藏到我家，现在又故意把我资料私暗。我不是心软之人，不要跟我说求情的话。小敏，你去找政委过来。知道了，小舅。陈小敏应了一声，就跑了出去。周景然脸色愈发难看，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因为沈琛说了，说求情的话也没有用。不过谁都想不到，在这种压迫的环境下，涂秀秀居然盯着一个男人想入非非。这么完美的一个男人，要是把自己搂入怀中，那会是怎么样的体验？想到这，他就不由自主的笑了。沈团长，你别吓唬人家嘛！神经病！沈琛站在那里，就算他不说话，但是那强大的气场也够让人害怕的。沈团长，欣欣还小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一定是周母指使他这么做的。他真的不是有意要把盒子藏到你家来的。沈琛没有理他，他不屑这种做事不敢担还推责任的人。涂秀秀说了那么多，沈琛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，啪的一声，周母一个耳光甩到涂秀秀脸上。你说是我指使的？你的女儿眼睛长到头顶上去了吗？平时我问她，她爱理不理的，我能指使得了她？你怎么能这么说欣欣？欣欣一口一声奶奶的叫你，你怎么说她眼睛长头顶上？我呸！周母叉着腰，母老虎一样凶涂秀秀，一口一声叫我奶奶，你确定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她私下说不喜欢我这个农村出来的老太婆当她的奶奶，她要大城市的有钱人家当她奶奶。这些话难道是我教她的吗？明明是你想要拿回唐如宝身上那500块钱，才跟我联合起来想出这一计的。事情败露了，却想把锅甩给我，你当我是软脚猫吗？我没有，你胡说！周母把底都掀出来了，涂秀秀又气又恼，她急得眼泪啪嗒啪嗒的掉，绰绰然然的看着沈琛。沈团长，你不要听周母胡说，她是想我嫁给她儿子，我不同意，她才把我拉下水的。涂秀秀的狡辩，围观的人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信她。见沈琛还是不理会自己，涂秀秀是真的很委屈很委屈，眼泪掉得更疯狂了。阿然，是你母亲冤枉我，是她想要如宝的钱，真的不关我的事。你怎么这么傻啊？他要钱以后继续给他就是了，你招惹沈团长他们做什么？我也是一时糊涂，才做了这样的蠢事。周母一拳头挥在涂秀秀脸上，怒道：那盒子肯定是被你私吞了，那只手镯虽然被我打碎了，但拿去卖掉能卖10块钱的。妈，你说什么？手镯被你打碎了？你知道那可是我们家族的宝，你怎么可以把它打碎了？周景然脸上全是满满的受伤和痛苦。回老家后，他可没脸向家族里的人交代。打碎就打碎了，反正好的时候也不给带，碎了也能传下去。秀秀，你赶紧把那只手镯还给我。我没有拿，是我把木盒子交到你手上的，你也答应我的，已经教会你女儿怎么做了，不是你们拿的还能是谁？小舅，这位和刘团长来了。涂秀秀听到刘团长来了，身体摇晃了一下。刘团长来了，那他岂不是要丢工作了？周景然，他们一次次的闹事，你干嘛不管一管？你到底还要不要你的前程了？政委，这件事我并不知情的。你不知情，你可以阻止他们过来闹事啊，但是你不但没有阻止，还跟了过来，怎么你也相信是安来偷的手镯？你还纵容你母亲闯进阿琛的家，弄坏她的书籍，你真是气死我也！一直坐着的沈琛突然站起身，他一起身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放在他身上。唐同志，需要他们向你道歉吗？当然要，他们故意陷害，然后又来闹事，肯定要道歉。如宝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母亲做错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你的道歉呢？对不起。要是以前，涂秀秀是无论如何都不肯低下她昂贵的头向我道歉的，谁让此时我得到了沈琛的关注呢？道完歉了，就算我的账吧。周营长，你母亲把我的车子撞坏了，是不是该给我个维修费？什么？我母亲还撞了你的车？沈琛迈着长腿往屋外走，周景然抬着沉重的脚步跟着出来。你母亲一头撞到这里，把这里撞凹下去了，你自己看吧。一看到这个凹痕，周景然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母亲的头这么硬吗？撞得人家车门都凹下去了。要给钱就找唐如宝要，我是想撞他的，被他躲开了，我才撞到人家车子上去的。你撞我，我不躲开，那我岂不是个傻子？我还没见过这么无理取闹的人，明明是自己的错，还把错都赖到别人身上去。周景然有你这个母亲，也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沈团长，要多少维修费你开个价吧，10块8块的我给了就是了，谁让这是我母亲撞的呢？150。什么？150？如果你觉得这价高了，你可以开车到维修店修，维修店收你多少钱，你就付多少钱。我以为就10块8块的，150这么多，我身上没有这些钱，只有30。政委，
看来又要麻烦你了，不知道你。小唐同志，你说的我明白，这样我先用队伍的钱给阿琛补上。周景然，这钱可是要算你的，等会你必须给我再打个欠条。政委，你这……政委，把他们带走，报公局吧。他们已经在这闹了这么久，也该滚了。程刚点头，这次惹到沈琛头上，他不报公局也不行。我不就把你书弄到地上而已吗？你用得着报公安吗？公局是你家开的吗？说报就报，我没错，报了也没有用。没用你这么慌做什么？你有没有错让公局来定？如宝，你能不能看在我母亲年老的份上原谅她？她这身子骨趴到里面去会受不了。他想陷害我女儿偷手镯的事，你刚才已经替他向我道歉了。虽然道歉了，但我也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但报不报公局这件事，你确定我原谅就可以饶过他？周景然脸庞发烫，这是的确不该求我，而是求沈琛。沈团长，你看这……政委，带他们滚！周景然，带着你母亲快给我滚！刘团长也脸色难看的看着涂秀秀。涂秀秀，你也跟我回文工团接受处罚。我不蹲牢死，谁敢让我蹲牢死？我跟他们拼命！涂秀秀，你个妇人，你把手镯还给我！周母不肯走，是周景然架着她离开的。他们一走，四周都安静了。沈团长，对不起，今天的事情都是因我而起。周母撕烂的那张纸，废纸一张罢了，不足为奇。啊，废纸？可是你刚才的表现不像是被弄烂一张废纸的样子。你不会觉得那么重要的研究图我会放在这里吧？那倒也是，重要的资料你肯定会带到工作的单位去的，不可能放在家里。放在家里的都是用不上的。可是你刚才真的很愤怒。对付恶人不愤怒，难不成还想心平气和的交谈？听了沈琛的话，我感到很惭愧。活了2辈子都没人家一半的手段高。虽然不是重要的资料，但也不是没有用的资料。政委报公局的话，周母怎样也要在里面吃上1个月的公粮。希望这个教训能让他长记性，别总惦记着害人。那是他活该。吃饭后，沈琛把从周景然那里拿回来的30元交给了陈小敏。你拿去买吃的。你不是要拿去修车的吗？那凹痕早就有了，不过他也确实撞了，值这个钱。小舅，你这人坏得很呐！我这是在整治恶人，在这个家属院，也只有我能这样整治他。我听后动容地看着沈琛，觉着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另一边，周景然经过一桩桩事情后，他又想着能不能把离婚报告追回来。他突然不想跟我离婚了。你不想跟他离婚，当初干嘛不对他好一点？咱们今天出来的不是时候，这太阳晒得也太热了。你出来之前怎么没去戴个帽子？我哪里不想找个草帽戴着，只是你家没有草帽，唯一一顶军帽我可不敢戴。那你怎么不去和邻居们借一顶帽子？邻居们肯定都是有的。我很少走动，跟你家的那些邻居不认识，除了涂秀秀。说起涂秀秀，我忍不住嗤笑。沈团长，你觉得涂秀秀怎么样？涂秀秀就是跟你前丈夫搞暧昧的那个。就是她，她叫涂秀秀。看你的时候，2只眼睛冒着桃花爱心，你感受到不？桃花爱心我倒是没看着，我只看到一个神经病在盯着我看。那饥饿的眼神，仿佛它就是一块烧熟的香喷喷的红烧肉，让沈琛觉得厌恶。不一会，我们走到阴凉的大树底下，他拿起柳树条编织了起来。我打趣沈琛说道：“我和小敏都看出来了，涂秀秀看中你了，她应该是觉得自己有几分姿色，追求你不成问题。以色是人，色衰而爱弛。”我很是惊讶，没想到这句话会是从沈琛嘴里说出来。以色是人，色衰而爱弛；以才是人，才敬而人殊。人人都懂的道理，可又极少有人能够做到。很快，沈琛织好了2顶帽子，他一顶我一顶。戴上吧，部队女兵风吹日晒的皮肤都没有你的黑。你小时候是吃了柴炭吗？刚才是谁说以色是人，色衰而爱弛的？我只是皮肤黑，我心不黑。而且我老家那边的人都是这样的皮肤，除非是被衣服遮挡，没有晒到太阳的皮肤才白那么一点点。沈琛笑着不语，然后我们又继续出发，却不想在经过一个颠簸的路面时，我直接从座驾摔了下来。你坐车都能摔下来？差点把我的尾椎骨摔断。你技术不行，换我来骑车带你吧。你确定你能骑？这28大杠块比你人还要高了，还是我来吧，我慢一点。那你不要骑那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去，否则我又得摔了。搂着我的腰就不会摔跤了。我才不要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就取悦了沈琛，他再一次发出轻佻的笑声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骑骑停停，3个小时才到张师长家。张师长的女儿张琴花14岁了，长得亭亭玉立，很是漂亮。唐老师，我爸说你弹钢琴很厉害，我就一直想跟你见面，今天终于看到你了。你现在能给我弹一首曲子吗？唐老师刚到呢，让他坐下喝口水，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弹奏。张太太笑道：“孩子太心急了。画画，你不是说特意给唐老师买了糕点吗？你带着唐老师去吃，然后跟唐老师好好练习一下钢琴。”好嘞，唐老师，我们赶紧走吧，我给你拿吃的。沈琛在客厅陪着张师长聊天，他语气温和：“唐老师挺好的，有没有打算跟他处对象？”